我在仙府后山捡到一个人质，他双目背弯，灵根被废，面目全非，只有出气没有进气。随侍的小仙娥劝我不要捡，但我一眼就认出这汤烂肉一般的人是我的师傅。可我师傅是宗门之主，谁能将他伤到如此地步？我将师傅带回仙府，用上等灵药治愈他的伤口，又取来仙藕重置四肢。终于，师傅醒来后听见我的声音，就流下2行血泪。小13，师傅惭愧，护不住满门弟子，你是我们整个宗门最有出息的，师傅只能拜托你了。原来自我闭关后，大师姐下山采买，与一凡间帝王坠入爱河。起初师姐过得相当幸福，直到那帝王接进宫一位妖妃，师姐查出妖妃身份，却被妖妃设计关进水牢之中。第二天，妖妃的族人浩浩荡荡的上山，我们宗门浩浩荡荡的死。师傅拉着我的手，泣不成声。那妖的修为了得，你千万小心，不求报仇，把你师姐带回来就行。我眯起眼睛看向山下的方向，冷冷点点头。没关系的，师傅，我已经飞升了，我会将他们挫骨扬灰。我自小父母双亡，人都说我克父克母，敬而远之，我就一个人捡垃圾吃。4岁那年，举国上下都闹饥荒，垃圾也捡不着，我饿晕在路边，被大师姐捡了回去。宗门的情况也不好，可他们还是将我留下了。渡过难关后，我被师傅收入门下，成为这宗门的第13个弟子，因此得名13。师傅看出我情窍被毒死，是千年难得一遇的修仙奇才，引我修无情道。自此我的修为突飞猛进，很快就超越了师傅。按理说，我大可去拜一个资源更好的大宗门，辅以天才地宝，飞升指日可待。可我是师傅和12个师姐宠着长大的，这里早成了我的家，我不想离开家人。再次回到宗门，一片血海，我的家没有了。从小宠着我的师姐们都变成了冷冰冰的尸体，我情窍被堵，从来感受不到喜怒哀乐，今日却第一次流下泪来。原来伤心到极致时，心脏就像被人死攥住一样疼。我将师姐们好好安葬，又吩咐好仙府众人照顾好师傅，就背上我的剑，直冲山下的皇宫。宫门很高，朱红色的，门口站着2排穿盔甲的人。我无视他们，径直闯入。那群人将我团团围住，用长枪抵住我的喉咙。皇宫禁地，禁止闲杂人等闯入。我停下来，目光越过他，看向他身后层层叠叠的宫殿。我的神念告诉我，大师姐就在里面，气息微弱的像风中残烛。让开！禁军头领愣了一下，随即脸涨得通红，像是受到了巨大的侮辱。大胆刁民，再敢上前一步，格杀勿论！更多的禁军围了上来，他们张弓搭箭，黑压压的箭头对准了我。我已经给过他们机会了。我抬手对着那扇巨大的朱红宫门，轻轻地向前一划，一道无形的气刃从指尖飞出，宫门连同旁边厚重的宫墙便一起向内倒塌，漫天尘土冲天而起，遮蔽了所有人的视线，周围一下子安静的可怕。我没有理会，踏过那些碎石和烂木头，继续往里走。师姐，师姐，等等我！短暂的死寂之后，侧耳的钟声响彻云霄，整个皇宫仿佛一个被捅了的马蜂窝，瞬间活了过来。无数人影从四面八方涌来，带着嘈杂的脚步声和怒吼声，箭矢像一场黑色的暴雨，铺天盖地朝我射来。我没有理会，继续向前。识海中的剑意自动护主，所有的攻击在靠近我身体3尺范围的瞬间，都无声无息地化为了粉末。直至到了一座独立的院子前，我感觉到了大师姐的气息，就在这院子下面，微弱飘忽，像随时都会熄灭的烛火。我抬起右脚，对着脚下的青石板地面轻轻一跺，轰！一声闷响，整个院子连同地面塌陷了下去。一个巨大的深坑出现在我面前，下面是阴暗潮湿的囚牢，浓烈的腥臭和血腥味扑面而来，令人作呕。我没有犹豫，纵身飘落下去，一眼就看到了大师姐。她靠在最深处的一面石墙上，4根婴儿手臂粗的黑色钉子穿透了她的琵琶骨和膝盖骨，将她牢牢地钉在那里。那是锁妖钉，专门用来对付妖族的歹毒法器。师姐无力地低着头，乱糟糟的头发遮住了她的脸，身上的衣服已经变成了破布条，混杂着血污和泥垢。她已经虚弱到感觉不到我的到来。我一步步走到她面前，我的手在发抖，这是我修了1000年无情道以来第一次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我伸出手，对着那4根锁妖钉隔空虚虚一握，嗡！那4根黑色的钉子发出一阵刺耳的尖笑，像是活物一般剧烈地挣扎起来。然后它们被一股无形而又无可抗拒的力量硬生生地从石墙里，从大师姐的身体里拔了出来。在半空中，它们扭曲融化，最终变成了一滩滚烫的铁水，滴落在地上，发出滋滋的腐蚀声响。大师姐的身体软软地向下滑落，我立刻上前，伸手将她接在怀里。她好轻，轻得像一片羽毛。我将一股精纯至极的仙力小心翼翼地渡入她的体内。她身上那些狰狞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愈合，她苍白如纸的脸上也渐渐有了一丝血色。她长长的睫毛颤动了几下，然后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她的眼神起初很空洞，充满了茫然，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聚焦在我的脸上。13，她不敢相信地开口，豆大的泪珠从她的眼角滑落，在她满是污垢的脸颊上冲刷出2道清晰的痕迹。我看着她，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一些。师姐，是我，
我回来了，师傅让我来接你回家。人快死了，也是连这种美梦都做。我伸出手，用干净的袖子轻轻帮他擦掉脸上的泪痕和血污。不是梦，真的是我。怀里的大师姐身子一僵，忽然瞪大了眼睛，死死盯着我，仿佛要把我盯穿。她伸出手，颤抖着抚摸上了我的脸，热的，真的是13。她再也忍不住，一把抱住我，放声大哭，哭得撕心裂肺。这哭声落在我心口，泛起一股陌生的酸涩。我咬牙忍下，一把抱起她。别怕，师姐，我们回家。就在这时，水牢的废墟上方传来了密集的脚步声和愤怒的呵斥声。在下面，他们在那儿，快把他们围起来，别让他们跑了。我将还在哭泣的大师姐护在身后，抬起头，冷冷地向上看去。巨大的坑洞边缘，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最前面的是一个身穿龙袍的中年男人，他头戴皇冠，满脸怒容。在他的身边，正小鸟依人般地依偎着一个穿着华丽宫装的女人。那女人媚眼如丝，姿态妖娆，应该就是师傅口中的那个妖妃。皇帝看着下面被夷为平地的水牢，又看到我和我怀里的大师姐，脸上的肌肉因为愤怒而剧烈抽搐。你是何方妖孽，竟敢擅闯皇宫，杀我将士，毁我水牢！他指着我，声音因为极度的愤怒和一丝无法掩饰的恐惧而微微发抖。我没有理会他的质问，目光落在了他身边的那个妖妃身上。那是一只狐狸精，道行不浅，至少有1000年修为，但他身上的妖气被一件品级不低的法宝遮掩得很好，寻常修士根本看不穿。可惜在我的仙识面前，这点伪装就像一层薄薄的窗户纸，一捅就破。我将大师姐扶稳，让她靠在一旁的石壁上，然后转过身，平静地看着那个皇帝。我是他的师妹，我要带他回家。师妹。皇帝愣了一下，随即怒火更盛。好啊，果然是一伙的，朕就知道那妖女同党不少。他话音刚落，他身边的妖妃就立刻柔弱地靠了过去，声音娇滴滴的，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哭腔。陛下，您看，臣妾就说他们是一伙的嘛。这位妹妹看着仙风道骨，恐怕也是妖呢，只是道行更高，更会伪装罢了。他一边说着，一边用一双水汪汪的桃花眼看着我，眼神的最深处充满了毫不掩饰的挑衅和轻蔑。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在那里搔首弄姿的表演，看着这群愚蠢的凡人一次次被他欺骗。皇帝显然很吃这一套，他立刻心疼地搂住妖妃，柔声安慰道：别怕，有朕在，管他是什么妖魔鬼怪，今天都得死在这儿。说完，他大手一挥，对着身后的那些大内高手和供奉术士们厉声下令：来人，给朕拿下，但有反抗，格杀勿论。他身后的那些人虽然刚才被我一脚跺踏院子的出场方式吓得不轻，但皇命难违，也只能硬着头皮冲了上来。一时间，刀光剑影再一次像潮水般向我涌来，我甚至懒得再看他们一眼，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护着我身后的大师姐。所有的攻击在离我3尺远的地方再一次悄无声息地化为了乌有。冲在最前面的几个高手被一股无形的剑气屏障震得口吐鲜血，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倒飞出去，又撞倒了一大片人。场面一度非常混乱和滑稽。一群废物！皇帝在上面气得直跳脚，那妖妃的脸色也终于变了。她看着我，眼神里不再是轻蔑和挑衅，而是充满了凝重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忌惮。她终于意识到，我不是她能随意拿捏的软柿子，从皇帝的怀里站了出来，主动请缨。陛下，此女妖法高强，让臣妾来对付她。皇帝闻言大喜。好，爱妃亲自出手，定能将这妖女一举擒下。妖妃冷笑一声，看着我，眼中凶光毕露。她双手快速结印，口中念念有词。一股股浓郁的黑色妖气从她身上汹涌而出，在半空中迅速汇聚，化作一条身长10丈的巨大毒蛇。那毒蛇张开血盆大口，露出尖利的毒牙，带着一股腥臭的狂风朝我猛扑过来。这一击，她动用了全力，她想一招就将我废掉。好在皇帝面前立功。大师姐在我身后发出一声虚弱的惊呼：13小心！我依然没动，我只是静静地看着那条离我越来越近的黑色毒蛇，然后对着它轻轻地吹了一口气，就像吹灭一根蜡烛一样轻松随意。那条看起来凶猛无比、妖气冲天的毒蛇黑影，在我的气息面前连挣扎一下都做不到，瞬间就烟消云散，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远处的妖妃如遭雷击，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身体摇摇欲坠，脸色瞬间惨白。她满脸都是不可置信的惊骇。你到底是谁？她用颤抖的手指着我，声音尖利刺耳，再也不复之前的娇媚。我冷冷地看着她，终于失去了和她玩这种过家家游戏的耐心。我伸出右手食指，对着她隔空轻轻一点，一道凡人肉眼看不见的仙光如闪电般划破空间，瞬间击中了她的身体。啊！妖妃发出了一声凄厉到不似人声的惨叫，她再也维持不住辛苦伪装的人类形态，在众目睽睽之下，身体开始剧烈的扭曲变形。
他身上华丽的宫装被瞬间撑破，毛茸茸的白色尾巴从他的身后猛地钻了出来，1条、2条、3条，足足9条。他的身体迅速膨胀，四肢着地，最终变成了一只身形巨大的九尾妖狐，奄奄一息地趴在地上，气息萎靡到了极点。全场一片死寂，所有人都被这惊世骇俗的一幕惊呆了，一个个张大了嘴巴，说不出话来。尤其是那个皇帝，他瞪大了双眼，指着地上那只巨大的妖狐，嘴唇哆嗦着，脸色比死人还要难看。那个他日夜宠爱、柔情蜜意的爱妃，竟然是一只妖怪。我看着他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淡淡的开口问道：“你说我师姐是妖女，那这是什么？”就在这时，那只已经重伤垂死的九尾妖狐眼中突然闪过一丝极致的疯狂和怨毒，他用尽自己最后的力气，从嘴里吐出了一枚血红色的玉佩，然后他毫不犹豫地一口咬碎了那枚玉佩。轰！一股粗壮的血色光柱从破碎的玉佩中冲天而起，直入云霄。皇宫上方的天空像是被一把无形的巨刃撕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恐怖至极的妖气如同决堤的黑色洪水从中疯狂地倾泻而出，整个皇城的上空瞬间被染成了墨色。空间裂缝之中，妖气翻滚，如同沸腾的墨汁，无数奇形怪状的妖魔鬼怪从里面探出狰狞的头颅，发出刺耳的嘶吼。一个比九尾妖狐更加庞大、更加恐怖的身影正缓缓地从那道裂缝中走出，一股远超千年大妖的威压瞬间笼罩了整个皇宫。那是一个身高数丈的牛头妖怪，他身披布满豁口的黑色重甲，手中提着一柄锈迹斑斑的巨大板斧，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血腥味和尸腐之气。他就是黑山妖王。是谁？是谁伤了我的女儿？黑山妖王一出现，就发出了一声震天动地的咆哮，整个京城都在他的吼声中瑟瑟发抖，无数房屋的瓦片簌簌落下。他看到了趴在地上现出原形、奄奄一息的九尾妖狐，顿时怒火中烧。他铜铃般巨大的眼睛扫过全场，最后落在了我的身上。是你？他的声音如同闷雷，眼睛死死地盯着我，里面充满了毫不掩饰的暴力和杀意。我没有理会他，我的目光落在了那个已经被吓得瘫软在地的皇帝身上。我扶着仍有些虚弱的大师姐，一步一步从那巨大的深坑中走了出来。我踏过废墟，踩过尸体，最终来到了皇帝的面前。他看到我走过来，吓得扑通一声瘫倒在地，一股腥臭味从他身下传来。仙姑饶命，朕错了，是朕瞎了眼，被那妖女蒙蔽了。他涕泪横流，不停地向我磕头求饶，额头很快就磕出了血。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眼神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我宗门上下11条人命，我师父的眼睛，我师父的灵根，你一句瞎了眼就够了？我的声音很轻，却像一把千斤重的巨锤，狠狠地砸在他的心上。他浑身剧烈一颤，磕头磕得更响了，嘴里语无伦次地求着饶。我伸出手，轻轻地按在了他的头顶。霎时间，他双目炸开，只剩下2个空洞的血窟窿。他瞬间吓得停止了呼吸，全身僵硬，随后爆发出一阵惨叫。死太便宜你了，你既为帝王，便让你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一股庞大的无形的吸力从我的掌心传出，我看到他体内代表着生机和气运的东西被我强行抽了出来，那是一道金色的光芒，其中还夹杂着一条虚幻的正在哀鸣的龙形虚影，那是这个王朝的龙脉气运。我的手轻轻一捏，气运便炸裂开来，如雾般迅速散尽，而他则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老下去。短短几个呼吸之间，他就从一个正当壮年的男子变成了一个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风烛残年之人。他将在无尽的悔恨和衰老中亲眼看着自己的帝国分崩离析，最终烂死在这张他最宝贵的龙椅上。做完这一切，我才缓缓抬起头，看向天空中那个已经暴怒的黑山妖王。他似乎完全没料到我敢当着他的面如此轻描淡写地处置一个凡间帝王，完全无视了他。他愣了一下，随即勃然大怒：好大的胆子，竟敢无视本王！他咆哮着，声浪将周围的宫殿震得坍塌了一片。小的们，给我上！屠了这座城，把这2个女人的神魂抽出来，给本王点天灯！他身后那道空间裂缝中，成千上万的妖魔鬼怪如同黑色的潮水般从天空中俯冲而下。京城里的百姓们看着那末日般的景象，发出了绝望到极致的尖叫。大师姐紧紧地抓着我的手，脸上满是担忧和恐惧。我拍了拍她的手背，示意她安心，然后我看着那漫天呼啸而来的妖魔，只轻轻地说了2个字：剑来。我缓缓地拔出了我背后的剑，那是一柄很普通的铁剑，是我下山时在路边随手捡的，剑身上甚至还有些铁锈，但在我手中，它就是世间最锋利、最致命的武器。我举起剑，对着那黑压压的天空轻轻一挥，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没有华丽炫目的法术，只有一道朴实无华的剑光，如同一道银色的丝线一闪而过。世界在这一刻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所有俯冲下来的妖魔身体都诡异地僵在了半空中，然后他们的身体连同他们身上翻滚的妖气都像被烈日照射的冰雪一样无声无息地消融蒸发。
那个不可一世的黑山妖王脸上的表情凝固在了极致的惊恐和难以置信上，他的身体也从脚开始一点一点地化为飞灰。他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发不出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走向灭亡。剑光过后，天空恢复了清明，阳光重新洒下，仿佛刚才那漫天的妖魔只是一场荒诞的幻觉，整个世界死一般的寂静。我收剑回鞘，自始至终我都未曾再看那个瘫倒在地已经变成糟老头子的皇帝一眼。我对大师姐说：师姐，没事了，我们回家去找师傅。大师姐还沉浸在刚才那毁天灭地的一剑所带来的震撼中，没有回过神来。她只是下意识地点了点头，任由我扶着她。然而就在我们回到宗门山头的时候，异变突生，天空突然暗了下来，不是乌云蔽日的那种暗，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源自法则层面的压制。整个世界的光仿佛都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抽走了，一股无法言喻的令人心悸的恐怖威压从9天之上缓缓降临。在这股威压面前，我刚刚斩杀黑山妖王的力量渺小得如同尘埃。我心中一凛，抬头望去，只见9天之上风云变色，一道巨大的金色卷轴正缓缓展开，那是一道法旨。一个冰冷的不带任何感情的仿佛由天道本身发出的声音响彻了整个云霄。仙人13以仙家手段屠戮生灵，干涉凡间王朝更迭，触犯天条，罪孽深重。声音如同滚滚天雷，震得人神魂欲裂。大师姐承受不住这股威压，闷哼一声，嘴角立刻溢出了鲜血。我连忙将她护在身后，用自己的仙力替她抵挡住那股恐怖的压力。那道金色的法旨上降下了一道完全由法则凝聚而成的金色锁链，它如同一条金色的巨龙盘旋着，朝着我当头照下。锁链上散发出的气息让我感觉到了久违的危险。我知道这是上天庭的旨意。我下界之时，为了不引起天道的注意，刻意将自己的修为和气息完全隐藏了起来。但刚才那一剑，为了彻底将妖族抹去，不留任何后患，我动用了一丝飞升之力，终究还是被发现了。我皱起了眉头，我倒不是怕他们，只是有些麻烦。我不想和天庭起冲突，但我也绝不可能束手就擒。我握紧了手中的剑，就在我准备动手的时候，一道熟悉的身影从远处跌跌撞撞地冲了过来。是师傅。他感应到了什么，从仙府中冲了出来。13，他的脸上满是焦急和恐慌。他看到了天空中的金色锁链，那股来自上界的威压让他本就虚弱的身体摇摇欲坠，但他没有退缩，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冲到了我的面前，张开双臂，将我和大师姐护在了他的身后。他仰着头，虽然看不见方向，但还是用尽全身力气喊道：上仙明察，此事都是因我等而起，与他无关。要罚就罚我这个没用的师傅吧。他的声音在天威之下显得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就像一只蝼蚁在对高高在上的天神咆哮。大师姐也反应了过来，她挣脱我的搀扶，和师傅并肩站在一起，同样张开了双臂。不是我识人不明，才引来这场滔天大祸。一人做事一人当，请上仙不要迁怒我师妹。他们2个人，一个修为尽毁，一个身受重伤，他们的身体在法则的威压下瑟瑟发抖，仿佛下一刻就会被碾成粉末，但他们的眼神却无比坚定。他们用自己孱弱的身躯为我筑起了一道防线，一道脆弱到不堪一击，却又坚固到无可撼动的防线。我轻轻地推开了挡在我身前的师傅和大师姐，他们回头不解地看着我，眼中满是焦急。我抬起头看向天空那道威严的法旨，平静地开口：罪我一人，与此界无关。我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9天。我愿领罚。说完，我没有理会师傅和大师姐撕心裂肺的呼喊，我当着所有人的面盘膝而坐，缓缓悬浮在半空中。我双手结印，我准备亲手剥离自己的仙格。仙格是仙人与天道沟通的桥梁，是力量的源泉，是长生的根本。剥离仙格就等于自废1000年修为，自断长生仙路。从今以后，我将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真仙，我会变成一个凡人，一个拥有漫长寿命却再也无法使用任何仙术的凡人。这是天条中最严酷的惩罚之一，仅次于打入轮回，神魂俱灭。通常只有犯下滔天大罪的仙人才会被天庭执法队强制执行，而现在我要自己对自己执行。不要，13，不要啊！师父哭喊着，想冲过来阻止我。大师姐也哭得泣不成声，伸手想拉住我。我挥手布下一道柔和的结界，将他们拦在了外面。我看着他们，眼神温柔而坚定。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师姐。以前是你们守护我，从今以后换我来守护你们。我闭上眼睛，开始逆向运转我修炼了1000年的功法。我的身体发出了第一道璀璨夺目的仙光，那是我修炼了1000年的本命仙元，是我力量的根基。我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将它从丹田中逼出了体外。我猛地喷出一大口金色的血液，剧烈到无法形容的疼痛从丹田处传来，瞬间席卷全身，就像有亿万只蚂蚁在疯狂啃噬我的经脉和骨髓。但我没有停下。第二道仙光是我的仙石，它曾能覆盖1000万里山河。
第3道仙光是我的仙骨，它曾能抵挡最强的法宝。一道道代表着我千年苦修成果的仙光，被我毫不留情地从体内一一剥离出去。我的力量在飞速的流逝，我的境界在疯狂的跌落。真仙、地仙、人仙、渡劫、大成，剥离仙格的过程比我想象的还要痛苦10000倍。每一次仙光的离体，都像是一次残忍的凌迟。我的意识在剧痛中渐渐模糊，但我始终用最后一丝意志守着那一点清明。我知道我不能晕过去，一旦晕过去，功法逆转中断，我就会被体内残余的狂暴仙力撑爆，落得个神魂俱灭的下场。我咬着牙，忍受着那非人的折磨。当最后一道代表着我与天道联系的仙光从我的天灵盖中飞出，消散在天地间时，我感觉整个身体都被掏空了。我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头发，我那如瀑布般的满头青丝，不知何时已经变成了一片刺目的雪白。失去了仙力的支撑，我的身体再也无法悬浮在空中，直直地向地面坠去。师傅和大师姐惊呼着，不顾一切地冲了过来，接住了我。我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是师傅，他的怀抱还和以前一样，带着一股淡淡的草药香，让我感到无比安心。大师姐也紧紧地抱住了我，她的眼泪一滴一滴地滴落在我的脸上，滚烫滚烫。傻孩子，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师傅抱着我，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师妹，你的头发……大师姐抚摸着我的一头白发，泣不成声。我看着他们，想说点什么安慰他们，但我实在是太累了。剥离仙格耗尽了我所有的心神和力气，我眼皮一沉，彻底晕了过去。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梦里我又回到了4岁那年。我又冷又饿，蜷缩在破庙的街角，感觉自己快要死了。是大师姐像一束温暖的光，照亮了我黑暗而绝望的世界。她把我带回了那个虽然贫穷但却无比温暖的家。师傅师姐们，他们没有嫌弃我这个来历不明的野孩子，他们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我。他们教会我写字，教会我修炼，教会我什么是爱。我修无情道，不是因为我天生无情，而是因为我得到的爱太多了，多到让我害怕。我怕自己会沉溺其中，无法自拔。我怕自己会有弱点，会给他们带来无法预料的危险。所以我把自己伪装成一块冰，一块又冷又硬，不会受伤，也不会伤人的冰。但现在这块冰被他们用最真挚的爱彻底融化了。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张熟悉的床上，这是我在宗门的房间。房间已经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虽然简陋，但处处透着温馨。师傅和大师姐就守在我的床边，看到我醒来，他们喜极而泣。13，你终于醒了。师妹，你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我动了动身体，感觉很虚弱，像大病了一场，但没什么大碍，只是丹田里再也感觉不到丝毫灵力了。我看着他们布满血丝的眼睛，笑了笑。我没事。我坐起身，看向窗外，外面是宗门的一片废墟，但废墟之上已经有了一些倔强的绿色的新芽从焦土中钻了出来。生命总是在绝望中孕育着新的希望。我转过头，看着师傅和大师姐，轻声说：“我哪儿也不去了，我们回家。”师傅和大师姐愣了一下，随即他们的脸上露出了灿烂无比的笑容。他们紧紧地抱住了我，我们3个人相拥而泣。在这一刻，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心和宁静。我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凡人。师傅的身体在我的精心调理下渐渐好了起来，他的眼睛虽然看不见了，但他的心却比以前更明亮了。他能听声辨位，把我们的小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大师姐也彻底从过去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她的脸上重新有了明媚的笑容。她会给我和师傅做很好吃的饭菜，会给我们缝制朴素但干净的新衣服。我们就像最普通的一家人，过着最平凡的生活。有时候我会坐在山顶的悬崖边，看着远方的云卷云舒，一坐就是一下午。大师姐会端着一碗热茶走过来，坐在我身边，问我：“师妹，你后悔吗？”我知道她问的是什么，我笑了笑，摇了摇头。我失去了通天彻地的力量，失去了与天地同寿的长生，但我得到了更珍贵的东西。我得到了家，得到了爱，得到了我自己。我用永恒的仙途换来了在凡尘与家人相守的每一个平凡日子，这笔买卖我觉得很值。